如果提到被最多 VTuber 翻唱的歌，那你的想法可能跟我一样，这首歌红到数百位国内外 VTuber 翻唱，甚至掀起了以曲汇与字幕为主的简单 MV 风格，原曲至今已有1亿次的观看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作曲者 Canaria 当年年仅18岁。大家好，我是耀耀。这部片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他的故事，看看他到底如何以一己之力成就神曲，以及隐藏在背后的辛酸故事。Canaria 出生于2002年5月30日，他的成长环境相当辛苦，他有一个比较暴力的父亲，说是由母亲独自一人抚养长大也毫不为过。一次访谈中，他曾经分享，在老家自己的房间创作歌曲 King 的时候，因为戴着耳机好像有点漏音，就把 King 的声音漏了出去。然后他爸在客厅听到，觉得很烦躁还是怎样，就砰的一声用力捶墙壁。还好在 King 成名之后，就用 King 的版权费带着妈妈搬到了新的房子。提到是什么契机开始做音乐，在小学的时候，家里给他买了 DS， 第一个买的游戏是太鼓达人，里面收录歌曲 Melt， 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 Vocaloid， 只是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。就这样升上了国中，换成了 3DS， 那时候的 3DS 是可以连接网路的，就能看 Nico Nico 或 YouTube 的影片，有凑巧在此听到了 Melt， 当时玩的 Melt 是 Vocaloid 的歌曲啊。之后就沉迷 Vocaloid， 心里我也好想试试看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接着就到了高中时期，开始了具体的创作。高中读的是通信制高中，一种透过信件来授课测验的高中。读通信制高中可以空出很多的时间，利用那些时间去拼命打工赚钱，把器材等电脑等等东西都买齐，想尽快尽早的开始创作活动。在2002年5月10日，他发布了首部歌曲《Hakisai》，意外有着不错的成绩。但令其一战成名的不是那一首。3个月后，他发布了那首人人翻唱的歌曲《King》。这首歌以极高的辨识度迅速出圈，成为不听 B 加也一定听过的代表曲之一。它同时也是Gumi在2002年的后期重新回到主流视野的重要作品。表面上 King 描写的是一位站在权力顶端的王，但歌词实际是对权威的讽刺，被期待扮演角色的压力，为了地位而不断说谎表演的自我。这个王并不自由，而是被体制与目光绑架的存在。 You are king， 你是王，但那真的是你吗？副歌旋律极度简化，极具洗脑效果，但其之所以成功，不只是因为洗脑，而在于它精准捕捉了现代人对于身份角色、社会期待、被观看、被评价的集体焦虑。它用冷酷的节奏与简洁暴力的语言，包装着一个极具时代感的议题，这正是 Canaria 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现象级创作者的关键。因为经费不足而制作简单的 MV， 反而消除了翻唱的阻力，大家都能够简单的翻唱分享，这也正是其能够出圈的原因之一。之后也持续创作出其他神曲 Cream、MV Baby、有一朵泪希腊子、与新街会新合作的 Requiem， 以及恋剧的片尾曲 Dino Tekinandam Debut。在20岁时就能成为知名动画的片尾曲担当，说是天才也不为过吧。但爆红随之而来的，便是身为一位不露面的作曲家，令其头痛的严重问题。在2023年，有学生在大学里自称是 Canaria， 并接受了采访。据说他还顺便签了名。接着，有人以 Canaria 的名义向直播主投了 Super Chat， 不仅用了 Canaria 以前的头像，还在该直播主唱 King 的歌回中，用 Canaria 的头像发了一则感谢您演唱 King 的讯息。还有人在麦当劳里贴冒充本人亲笔写的手写卡片，写着像是这首歌是我做的哟，以及以后也会继续努力，笔名 Canaria 这样的语气。甚至有人在 Apex 的游戏中自称是 Canaria， 并试图与人发展恋爱关系。我听到这句话时，头上瞬间冒出了一堆问号，我想大家现在也是一样的感觉吧。为了预防再次发生，2024年8月24日 Canaria 做了再次轰动網絡的事情，以 VTuber 的身份出道。让我惊讶的是，很多人都误会她是女生，包括我也是在这次写稿中才发现我搞错了。性別ね。男性です。はい、確かに触れてこなかったなってうっすら思ってました、ずっと。なんか別に触れなくてもいいのかな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、
讨厌番茄的他喜欢喝冷掉的玉米浓汤，果然天才的型号总是与众不同。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这部片拖了比较久的时间，还好还是有在年底前赶完啦。好的，这部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帮忙按个赞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想看我做其他批注的介绍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提出，也可以点击这里看另外一位传奇 Deco Nina 的介绍和系统推荐给你的影片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